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偷偷秀恩爱。据报道，近日肖战和杨紫被爆出了一些疑似秀恩爱的细节，引发了粉丝们的猜测和讨论。两人曾合作拍摄过电视剧《承欢记》，在剧中饰演了情侣关系，因此也引起了不少关注。首先，有媒体爆料称肖战和杨紫被目击在某餐厅约会，并且亲密举止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。这一消息曝光后，引发了众多粉丝的猜测和热议，纷纷留言表达对两人恋情的祝福和支持。其次，肖战和杨紫在社交平台上频频互动，发布了一些互相关心的言论和照片，让人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亲密。特别是在某次直播中，肖战和杨紫频繁互动，互相称赞对方，甚至还互相调侃，给人一种十分亲密的感觉。此外，有粉丝爆料称，在一次活动上，肖战和杨紫虽然没有直接互动，但是却频频对视，并且神情十分暧昧，引发了不少粉丝的猜测和讨论。然而，也有一些网友对于肖战和杨紫的所谓恋情表示怀疑，认为这只是媒体的炒作和粉丝的臆测。他们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或者是友情。目前，肖战和杨紫本人以及两人的工作室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，这一传闻的真实性尚未得到确认。不过，无论两人是否真的在秀恩爱，相信粉丝们都会继续关注两人的动态，并为他们的事业和生活加油打气。最近，一些网友注意到了杨紫和肖战在不同活动中穿着的服装非常相似，引发了一波猜测和讨论。据称，杨紫前段时间参加活动时穿着一件具有中国风的服装，而肖战最近出席活动时也选择了一款类似风格的服装，甚至两人的服装上都有叶子的元素，这让粉丝们感到了一丝惊喜和兴奋。一些粉丝认为，杨紫和肖战的服装相似度极高，而且都选择了中国风的设计，尤其是叶子元素的加入更是相似之处，这让他们怀疑两人是否在向彼此传递秘密的暗示。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叶子常常被视为寓意生命的延续和成长，而杨紫和肖战选择了类似的服装，可能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不断生长和发展。对于这种猜测，一些网友表示认同，认为杨紫和肖战选择相似的服装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在传递一种暗示，暗示着两人之间的感情可能更加深厚。他们认为杨紫和肖战是在偷偷秀恩爱，通过服装来表达彼此的情感，让人感到甜蜜而又羡慕。然而，也有一些网友对于这种猜测持保留态度，他们认为杨紫和肖战只是偶然选择了相似的服装，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在发糖或者秀恩爱。他们表示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或者是友情，不能轻易下结论。截至目前，杨紫和肖战本人以及两人的工作室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，这一传言的真实性仍然存在疑问。不过，无论是真相如何，相信粉丝们都会继续关注杨紫和肖战的动态，并为他们的事业和生活加油打气。虽然杨紫和肖战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，但多次有媒体和粉丝对两人的衣着进行对比，认为他们的服装相似度较高，甚至有相同的元素，因而引发了一些猜测和讨论。然而，就事实而言，艺人在公开活动中穿着的所有服装都是由专业的造型师安排的，因此两人是否穿着相似，并不能简单的说明他们之间有特殊关系。小编已经多次回应过杨紫和肖战之间的关系，但每次在幕后仍然会有一些 CP 粉丝纷纷提出疑问，质疑两人是否正在交往。然而，需要明确的是，艺人的着装是由专业的造型师设计和安排的，不同艺人之间可能会选择同一品牌或者相似的服装，这并不能作为判断两人关系的唯一标准。即使杨紫和肖战穿着相似的衣服，甚至有同款元素，也不意味着两人在一起。这种情况类似于两个艺人都选择了同一品牌的服装，或者受到了相似的时尚趋势影响，因此不必过于解读。可以说，将两人的衣着相似性简单的视为两人关系的证据是不合适的，需要更多的客观事实和证据来支持。关于杨紫和肖战之间的关系，虽然外界充满了猜测和猜测，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情感状况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。
而目前来看，两人并没有公开确认任何恋情，因此我们不应过度解读或揣测他们的私人生活。总的来说，尽管杨紫和肖战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，但他们的服装相似并不意味着两人正在交往。艺人的衣着选择由专业造型师负责，因此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些现象，不要轻易对两人的关系进行臆测和猜测。尽管肖战和杨紫的私服有很多相似之处，这可能让一些人产生了谈恋爱、穿情侣装的联想，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正在交往。据了解，肖战和杨紫私下的关系非常好，他们可以说是很要好的朋友，而非情侣关系。即使在横店拍戏，即使不在同一个剧组，他们也经常会相约一起吃饭、聚会，或者享受一顿火锅。在娱乐圈，艺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受到公众的关注和猜测，而肖战和杨紫的友谊也不例外。尽管他们私下的交往频繁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有其他特殊关系。事实上，很多艺人之间在工作之外也会保持着深厚的友谊，而这种友谊并不一定会演变成爱情。据了解，肖战和杨紫在工作之余会一起出去吃饭、聊天，甚至是旅行，这是很多好朋友之间常有的事情。这种关系的建立可能源于彼此对对方的尊重和欣赏，以及共同的兴趣爱好，而并非一定会发展成恋爱关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两人在横店拍戏时会相约一起吃饭，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因为在拍摄期间，演员们的时间比较自由，可以选择在一起共进晚餐来放松身心，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有其他的关系。综上所述，肖战和杨紫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很好的朋友，而非情侣关系。尽管他们私下的交往频繁，但这只是因为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兴趣爱好。因此，我们不应该过度解读或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应该以客观的态度看待这种情况。杨紫性格大大咧咧，也开得起玩笑，每次在剧组都是剧组的开心果，肖战也挺喜欢和他玩。不过俩人纯粹就是好朋友，并没有谈恋爱，他俩现在都是单身。承欢记定档央八，杨紫徐凯主演，并非甜宠剧，一书不是吃素的。电视剧《承欢记》官宣定档央八，4月9日起，央八电视剧频道上星开播，腾讯视频独播。这部电视剧由杨紫、徐凯主演，讲的则是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故事。我见已经有部分不专业剧评人介绍这部电视剧为甜宠剧，可能是我不专业，《承欢记》断然不能是一部甜宠剧。出身于上海普通人家的95后女孩麦承欢杨紫氏，在母亲刘婉玉和赛飞氏的催促下，与男友辛嘉亮牛俊峰氏一婚。但辛家优渥的经济条件让这段原本平等的感情关系变得失衡，同时麦母对女儿终身大事的过度插手，加速了麦承欢和辛嘉亮的分手。在孝顺父母和忠于自我之间，麦承欢艰难求索，他逐步从母亲强势的关爱中挣脱，在工作上更专心进取。麦承欢的蜕变得到了继祖母的认可，把自己最看重的酒店经营重任托付给他。继祖母的亲孙，职业酒店经理人姚志明徐凯氏，在与麦承欢的合作中，逐渐对他理解并认同，俩人成为工作伙伴，携手并进。而在生活中，姚志明被麦家烟火气之下的真情包围，与麦承欢的感情逐渐升温。从承欢膝下到成就自我，麦承欢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不平凡的成长之路。麦承欢，一个居住在政府廉租房的平凡女子，自幼品学兼优，大学毕业后平稳进入政府机关做事，有一个家世尚算殷实的男友，感情稳定。一切在平凡又稳定的轨道上进行，直至即将结婚。平日里劳碌慈祥的母亲突然变脸，要求女儿风光大嫁，更大的钻戒，更隆重的婚宴，更多的尊敬。麦承欢这位孝顺的女儿就在母亲与婆家的拉锯中夹缝求生存，经历了挣扎与难堪。正当以为一切终于可以尘埃落定时，男方家里又起变故，婚期不得不顺延。从前出身欠佳，又嫁得不好，简直死路一条，要给亲友看扁。现在不同，现在还有自己一双脚。而一书告诉我们，在当下社会的地位和归属，总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。
电视剧《承欢记》目前能够看到的改编内容是，故事的地点背景从香港转移到了上海，女主角的职业背景从公务员转变成了酒店工作人员等等。但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亦舒老师的原著小说版本，讲的都是女主角在婚姻恋爱当中的选择问题，都是从听从父母到听从自己的过程。而且小说和电视剧版本当中，女主角都有意外之财，实现人生经济上的逆袭。在亦舒老师的原著小说当中，《承欢记》肯定不是甜宠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死乞白赖的爱你男人，看琼瑶好了，辩证着爱你男人，就得看亦舒了；不想爱你男人，想把丫挺的包饺子了，请看李碧华。这句话是我说的，所以我觉得说得好，也基本上可以概括琼瑶、亦舒和李碧华的区别。咱们当下那些甜宠剧脱胎于琼瑶剧啊，就是死乞白赖的爱霸道总裁、高富帅吗？亦舒的小说不会搞这种无脑恋爱的，它会有更为高级一点的审视，让女性成为女性自己，这也是一句蛮泛滥的口号了。女性要成为女性自己，先扔掉彩礼这种婚姻买卖的烂东西才行。咱们的电视剧作品当中，已经有一些改编自亦舒小说并且挺火爆的了，比如《我的前半生》。亦舒的原著小说，女主离婚之后可是悲惨得很，没有电视剧当中那种流光溢彩。显然，电视剧版本的改编是对某些不怎么动脑子女性的投其所好。这次的《承欢记》改编又会如何呢？如果遵从亦舒原著的话，这次的《承欢记》肯定是一部辩证的、需要女性动脑子的电视剧。如果对某些女观众投其所好的话，那就扔掉那些辩证的东西，直接让这部电视剧成为甜宠剧即可。毕竟小说当中女主人公获得意外之财之后，也是人生经济上开挂的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